在经营 YouTube 频道的时候，特别是新手阶段，你会犯很多错误。有的错误虽然很小，但是它会不断的阻碍你的频道成长。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告诉你新手 YouTuber 最常犯的10个错误，并且你如何避免。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Jason。每周来这里分享社交媒体、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内容。如果你感兴趣的内容，欢迎订阅频道，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我经营这 YouTube 频道也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期间我犯了很多的错误。当我每次意识到一个错误之后，并且及时修正，我都能够很快的看到频道变化。这些错误有大有小，有的错误只需要你小小的改变，对你频道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所以，如果你刚开始经营 YouTube 频道，或者你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 YouTube 频道，但是你发现你的流量怎么也涨不上去，你一定要看完这期影片，你会发现你的原因所在。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优化你的频道首页。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可以在你频道首页里面做很多事情，去帮助你增加观看量和订阅者。在频道首页的最上方就是你的频道图，这个频道图是观众来到你频道第一眼就看到的地方，所以你需要精心设计你的频道图。你的频道图里面要展示出你的频道的主题是讲什么样内容的，你也可以再加入一些你的更新频率或者是社交媒体的信息，这样观众就能够快速的知道你的频道是否适合他们。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制作出精美的频道图，可以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看我的这部影片。第二个就是你需要在你频道首页里面加入你的播放列表。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可以设置你频道首页的排版，你可以加入各种不同主题的播放列表。播放列表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展示你频道里面不同的影片，从而给你增加订阅者和观看量。如果你想创建你的播放列表，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后台，这里有个播放列表选项，在右上角就有一个新建播放列表，在这里你可以添加你的列表标题，还有选择公开范围。现在我就新建了一个播放列表叫 YT Test， 然后你再来到你的 YouTube 后台选择内容，在这里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影片加入到那个播放列表。例如我选择这2个影片，在这里有个添加到播放列表选项，这里面就有我刚才新建的播放列表。如果你想要在你 YouTube 频道首页里面加入那个播放列表，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频道首页，这里有个自定义频道，这里面可以添加你频道的预告片或者是精选视频，底下就会有精选板块，这里面的板块就是不同的播放列表，你可以选择添加板块，选择添加单个播放列表，在这里就会出现刚才我创建的播放列表。现在这个播放列表就出现在我的 YouTube 频道首页里面，然后你可以选择右上角发布。观众来到你频道首页就能够发现这些播放列表，他们就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不同主题的播放列表。很多时候观众可能不只观看一部影片，他们可能会观看很多部相关的影片，从而就会帮助你积累观看时长。第二个错误就是开头太长。我发现有很多人喜欢在影片的一开头就放一个10几秒的片头画面，可能从你的角度来看，这能够提高影片的质量，更多的展示出你自己的个人品牌。但是我们要知道，在 YouTube 上的观众都是很没有耐心的，特别是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他们根本不关心你的品牌，根本不关心影片的画面是否精彩，他们只想要快速的获得他们想要的信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开头介绍了太久才进入主题，这是很多人犯的错误，也是我在一开始经常犯的错误。在我还没有明确内容结构的时候，我在影片的一开头会介绍很久，基本上会达到1到2分钟左右。在这2分钟里面，我基本没有涉及到我影片主题，更多的是为影片主题的铺垫，以及让观众点赞订阅的行动呼吁。可想而知，观众是不喜欢这样的影片的，因为他们来到 YouTube 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解决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如果你需要让他们等很久才告诉他方法，他们是不愿意看这样的影片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观众观看你影片更长的时间，提高你影片的续看率，你就需要在影片的一开头就直接告诉观众你的影片主题是讲什么内容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什么问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确认他们没有找错影片，如果他们看下去就能够找到他们想要的解决方法。为影片开头有很多技巧，我这部影片会教你如何为你的影片开场，留住大部分的观众。第3个错误就是没有针对观众。很多人在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都没有针对观众这个概念，不知道自己的影片是给谁看的，不知道自己的频道受众是谁，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影片是给谁看的，你就不知道应该如何组织你的内容，你就不知道如何取你的标题，如何设计你的说图，才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就拿我的频道作为例子，我经常会在我的说图里面加入 YouTube 或者是它的标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观众知道这部影片是适合他们的。当你有了目标受众之后，你就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他们感兴趣什么，他们想要什么。这样在你制作影片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好的组织你的内容，让他们更好的接受。同时在你设计说图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吸引他们的兴趣，让他们一看就知道这部影片是适合他们的。
第四个错误就是没有留住观众。YouTube 里面有很多功能是能够让你去留住观众，让他们看你频道里面更多的影片，从而去帮你积累观看时长。如果你没有利用这些功能，你就白白浪费很多流量，因为你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给你的观众。第一个就是卡片功能，你可以在你的影片里面加入很多卡片，观众点击这个卡片之后，就会弹出另外一部影片。我通常的做法就是，例如我在说一个话题，我频道里面刚好有部影片能够更好的解释这个话题，我就会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加入一个卡片，观众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如果他们感兴趣，就能够点开这个卡片进行观看。第二个功能就是播放列表，在你影片的最后20秒，你能够加入片尾画面。片尾画面能够让你加入影片或者是播放列表。如果观众能够看到影片的结尾，这就证明观众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如果你在影片的结尾又推荐一部相关的影片，那么很大可能他们会被吸引到另外一部影片上面，继续观看那部影片。这样你就成功的把一个观看量转化为2个观看量。如果他们在那部影片的结尾又发现他们感兴趣的影片，他们又会接着观看，这样你就能够很好的把观众留在你频道里面，让他们一次性观看很多部影片，从而给你带来很多的观看时长。第三个功能就是置顶评论。如果你有仔细的观察，我在每一部影片里面都会置顶一个评论，这个评论里面会有和正片类似话题的影片链接，因为如果观众感兴趣你的正片内容，也有可能会感兴趣你提供的这部影片，这样我就能够很好的把观众留在我的频道里面观看更多的影片。此外，你能够加入一些链接到你的描述栏里面，因为也有一些观众会好奇你的描述栏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信息，如果他们发现他们感兴趣的影片，也会选择点击观看。第5个错误就是使用版权音乐。很多人都没有重视音乐版权的问题，特别是从其他平台上转入到 YouTube 的一些人，因为在其他的平台上对版权的审核并不是很严格，但是在 YouTube 上就不同了，他们对于版权非常重视，一旦发现有任何版权的问题，就会给你发版权的警告或者是版权的主张。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版权的重要性，觉得哪个音乐好听就使用哪个音乐。当然，如果你不在乎在 YouTube 上获利，你可以无视这些规定，你可以进行使用版权的音乐。但是如果你想要在 YouTube 上获利，使用版权的音乐对你的频道打击是非常大的，这不仅会影响你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同时由于受到版权的限制，你的这些影片都是没有办法盈利的。所以如果你想要长期在 YouTube 上产出内容并且获得收入，你就要在一开始的时候避免使用版权的音乐。如果你想要使用免费的无版权音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 YouTube 自带音乐库里面选择。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选择，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部影片，里面会推荐更多的音乐网站。在说第6个错误之前，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为我点个赞，这样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尽早的去避免这些错误。第6个错误就是没有做话题调研。很多人在刚开始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对影片话题选择都是很随机的，很多时候都是脑海里有个想法，就决定把它制作成一部影片，然后期待会有很多人观看。这种做法就是无目的的产出内容，因为你不知道这部影片发了，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是否喜欢这部影片，他们是否感兴趣这个话题。你每一次发布影片就像是刮彩票一样，运气好的时候，你制作出了观众感兴趣的话题，影片就会有很多人观看。运气不好的时候，这部影片的观看量就会非常少。那么你如何才能够避免这情况发生？你就需要做话题的调研。我们别忘了 YouTube 是一个搜索引擎，观众对于哪些话题感兴趣， YouTube 的搜索栏都会告诉你。例如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首页，在搜索栏里面输入一个关键词，这个时候就会立马展示出更多的相关搜索内容，这些搜索结果就是观众一直在搜索的话题。你从里面挑出一个话题做内容，影片的表现一定不会太差。此外，你还可以利用 TubeBuddy 这个工具，你可以输入一个话题，它就会明确的告诉你这话题的搜索量和竞争度。你需要尽量找到搜索量高但竞争度低的话题。我这部影片会告诉你如何利用 TubeBuddy 来做影片话题的调研。第7个错误就是忽视缩图。我已经强调缩图的重要性无数次了，因为它非常重要，它能够决定影片的表现。有的人会花10几个小时去制作影片，但是只会花10分钟去制作缩图。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部影片的表现一定不会太好。因为当缩图无法吸引到观众，无法激起他们的好奇心，也就会很少人点开你的影片观看。即使内容再好，观众也无法看到。所有成功的 YouTuber 对于缩图是非常重视的，他们会重视缩图上的每个细节，尽最大可能去抓住观众目光。像现在第一的 YouTuber MrBeast， 我建议大家去看看他的缩图，他对于缩图是非常重视的，他追求缩图的极致，他会注重每一个细节，他会注重人物的表情、颜色的使用，加入什么样的文字，加入什么样的背景等等。我这边会告诉你几个技巧，去让你制作出高点击率的缩图。当你的缩图提高了，就会有更多人点击观看，影片的观看量也就多了。第8个错误就是互相订阅。经营 YouTube 频道不容易，慢慢的会有一些人失去耐心，会选择互相订阅，认为这也是一种频道成长方法。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如果你想长期经营的 YouTube 频道，这种做法会非常大的伤害你的 YouTube 频道。选择互相订阅的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订阅数，所以他们对于你的频道、对你的内容是丝毫没有兴趣的。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YouTube 会把你影片推荐给这些人看，由于他们对你的内容丝毫没有兴趣，所以他们就不会点击观看。那么这就会告诉 YouTube 算法，连订阅你频道的观众都不愿意看你的影片，那么就没有必要推荐给更多观众看了，所以你的影片的推荐量就会非常的低。互相订阅不是频道成长方法，频道成长慢没有关系，你需要做调整，去做出更好的内容去吸引感兴趣的观众，这样对你频道长期发展才会有积极意义。第9个错误就是期待太高。很多人对自己的频道都有很多期待，例如想获得很多观看量，获得很多订阅者，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经营 YouTube 频道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从零开始去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除非你有特别强的影片制作基础，不然在一开始制作出来的影片质量都是非常差的，你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设计吸引人的说图，所以你也就不能指望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获得很多的观看量，获得很多的订阅者。经营 YouTube 频道更像是一种不断练习、不断学习的过程。你每制作出一部影片，你的各方面就会提高一点，你会更有自信的在镜头面前说话，你会知道如何剪辑才会让影片更好看一点。你会知道如何设计说图才能够吸引观众，这些都需要你不断创作、不断练习才能够领悟出来的。就像我频道早期的影片，那个时候的说图，那个时候的影片剪辑，从现在来看都是看不过去的。可能过了几个月，回头看现在的影片，你会发现很多不足的地方，这就是你不断提高的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把经营 YouTube 频道当成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当你把时间线放宽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着急，就不会每天都抱怨自己频道成长很慢。第10个错误就是和他人比较。我们在经营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总免不了和其他同类型的频道做比较。如果你看到和自己同期开始的频道成长速度比自己快，你的心里就会非常着急，想不通为什么他的频道会成长比自己快。其实可能对方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如何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制作一部 YouTube 影片。所以与其每天去观察其他频道的成长情况，不断的抱怨自己频道的成长情况，还不如把它当成是一个动力，让自己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制作影片。当然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比较，因为每个人背景不一样，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你需要保持在自己的节奏里面。只要你每天都有进步，学习到新的知识，这就足够了。和他人做比较只会增加你额外的压力。YouTube 频道的经营是一条非常长的路，在这条路上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犯很多错误，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免今天提到10个错误。我还准备了这2个播放列表，能够让你更快的获得订阅者和观看量。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我点个赞。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打开旁边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